今天呢，我们教你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技术组合的手法啊，那就是结合谷歌的VO 视频生成技术，再结合我们的 SkyReels 视频延长技术，这样就可以生成一些质量又好，然后时长又足够长的一些视频啊。那这些视频非常的有意思。那这个视频展示了一个电竞女孩，她在这个电脑前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一个表情，大家会发现她后边的表现呢会非常的夸张。那这个呢，我做了2版，第2版呢就更加的夸张，尤其是它后边丰富变化的这个表情啊。当然这个面部似乎都有点扭曲了，是吧？大家注意，在这个视频的最后，其实它的面部整体的表现已经出了一定的问题啊，但是在后半段之前，整个视频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对吧？当然呢，大家如果注意这个脸跟镜头的距离，那你就可以完全的规避这样的问题。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不同的作品，是一个女孩在自拍，然后呢，她同样有着非常优雅的动作，而且是一个中国的女孩，穿着一个旗袍。大家注意啊，如果你细致去看，其实它后边也有这样的特点。这个面部呢，这个肌肉感，也就是 Flex 过度采样的这种感觉是有的，但是由于这个面部距离镜头不是特别近，并不像前2个视频那么突出。像这种高质量的视频，那么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那其实呢，我们是结合了 VO 文生视频的技术，然后再结合了 SkyReels V2 的视频的这种延长技术，然后最终得到的一个效果。那使用 VO 的这个目的呢，是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视频，然后使用 SkyReels 呢，是有效的对视频进行扩展。当然这里边呢有一些东西呢是大家需要注意的，那我们就看一下啊，需要注意哪些东西。那这个工作流呢，我已经给大家构建到了这个 Running Hub 上，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那这个工作流呢，其实是一个 SkyReels V2 的一个工作流啊，我们给大家说过这个工作流，但是稍微有些不同啊。这个呢叫做视频扩展，怎么理解？我们来看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有一个视频，对吧？那同样啊，那我这儿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重叠采样的一个帧数啊，一般指的是从倒数第几帧开始采样。这个值呢，我设的是17，当然这不是我设的啊，这是 K 神设的，对吧？完了之后呢，我把这个帧给它取出来，做一个 resize。由于它是个宽屏的嘛，所以说是960×544啊，把它预览一下，这个只有17帧啊，比较小。然后呢，我们下边呢把它进行这个扩展。大家注意啊，我这个提示词写的很简单，说一个女电竞玩家丰富夸张的表情，这个表情还是非常好的，是吧？表现也很好。然后再往下边看啊，这个镜头开始拉近，脸上的这个 Flex 的感觉开始出现了啊，然后再往后边走，这个表情开始有点狰狞了啊，再往后边走，每次我扩展97帧，这儿呢已经很明显了，是吧？再往下边就更明显了，这是最后一个啊。那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它一开始呢状态还是非常棒的，然后到后来呢，这个面部的这种油腻感、胶质感、塑料感啊都非常的强。然后我们说一下，你可以怎么去控制一下呢？我们一般呢是要控制这个什么呀？人脸距离镜头的这个远近啊，就不要离得太近，怼得越近，这个感觉越明显。那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上呢，其实呢，它有一个镜头拉近的过程，大家能看出来吧？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必须杜绝这个状况啊。那这个怎么去做呢？我们看一下第2版。第2版的话，同样是这个。那提示词呢，我稍微改了一下，一个女性的电竞玩家丰富夸张的表情，然后我加了一个叫 Camera Zoom Out， 就是我希望它这个镜头是什么？是逐渐拉远的，所以说是一个缩小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因为我们知道镜头有 Zoom In 和 Zoom Out 嘛，其他的设置都一样。我们看一下，一开始没问题。这个表情也非常的可爱，然后到后边表情开始夸张，油腻的这个感觉呢开始出现了，但是镜头并没有拉近，这个也是，这个表情很夸张啊。然后再看后边这个就很明显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在演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虽然可以控制它离镜头的这个远近，但是如果它本身已经在一个比较近的水平上，可能我就很难去去把它变得更好。另外呢，大家有一些设置的技巧，就是大家在后边这个采样的时候，这个 CFG 值呢可以调的稍微小一点。它一开始默认是4，然后第2次扩展，这儿我改成了3，第3次扩展这儿也是3，然后后边呢我就用的是2，
而它原生的工作流呢都是4啊，都是4的话呢，我们知道 CFG 容易出现这种效果啊。我们随着扩展的增加，可以把 CFG 的值呢给它稍微的减小一点。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尽量的保证这个脸呢不要是一个这个距离的啊。那我们就看第3个，这个同样是扩展了1个、2个、3个、4个、5个啊，就扩展的比较多了。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原始的视频，也是非常棒的。那我这个提示词写的是一个时尚的女孩，然后她正在做一个自拍，而且是一个动态的姿势。我同样加了 camera zoom out， 这个它肯定不会拉远，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 Skyrio 对于镜头语言呢，其实支持的并不好，但是它可以防止它拉近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样就会好很多。当然这只是一个小的技巧啊，那我们重点不是说这个啊，这个只是引起大家注意啊，重点是说这个视频。大家注意啊，我们现在重点说的是一开始这个视频，这个视频呢其实非常的有讲究，它的质量非常的高。一个高质量的视频，它作为一个良好的起点，会使你最后生成那个总体的质量也会很高，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起始视频是非常有意思的。那这个高质量的视频是用什么做的呢？是用 VEO 啊。那我在 Twitter 上呢给大家找了一些 VEO 的例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比方说看这种玄幻的，都非常的棒，是吧？哎，看这种水墨风格的，都表现的也非常的好。然后这个呢是一个人啊，他骑着一个大鸟在天上飞，是吧？这骑鸟的人是吧？哎，看一下整体的表现，非常让人惊艳的。然后这个呢是一个人在沙漠里边骑着一个巨大的爬行动物，这个是一个女孩在做一个自拍，是吧？哎，这个是一个特殊的风格，一个非常精美的动漫风格啊，然后给人一个特别清新的感觉，是吧？这是一个 3D 的一个人物在卖一个商品啊，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棒的。这是一个探险者在穿越一个地下暗河，你会发现这种电影的感觉他做的也是非常棒的，是吧？这是一个幻想的或者超现实的，是吧？是一个蜗牛在骑自行车，整个蜗牛的形态表现的是非常的符合我们的想象的。那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些例子，那当然这个只是别人做出来的，那我们自己要做的话呢，大家呢也可以尝试一下啊。现在呢我们可以在谷歌的 AI Studio 里边使用这个 Video Generation， 那它基本的用法呢就是我们可以把提示词写到这儿，大家尽量的用文声视频，别用图声视频，图声视频很多限制，我测试下来就是基本上有人物它都会告诉你这个不能生成啊，可能为了符合这个审查制度。另外你可以设定它的宽高比，模型只能选一个，然后下边呢可以设置它的长度，有8秒的有5秒的，这个一般大家选最长的就行了。真频真率和反向提示词，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选啊。然后我们可以生成一下，你等着就行了。这个时间呢不会太长，大概会在30秒左右啊，我们就可以生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大家看一下，这个就生成完了。那我们可以预览一下，看一下，哎，这里是自拍的一个效果，非常的棒，是吧？然后我们在提示词上写的很清楚，它有猫耳朵，然后呢有这个鼻子上戴了一环儿。大家看一下，所以说呢，这个生成的效果还是非常棒的。大家注意啊，这个 VEO 呢，在 AI Studio 里边是免费的，但是它有这个额度的限制。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每天可以生成几个，是吧？有了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起始的视频啊，然后你生成出来的这个视频呢，也就会比较的有意思。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看到的那几个啊，不管是夸张的呀、荒诞的呀，还是搞笑的呀，都会让你生成的跟别人的不太一样。那下边呢，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我实测出来的一些这个 VEO 视频生成的一些效果，我们看一下它实测出来到底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提示词啊，第一个提示词呢是一个在夜间编程的一个印度的程序员，然后是一个冷光，而且呢在显示器上呢可以看到他脸部的这个倒影啊，我们看一下它到底能不能显示出来，感觉一下。这个冷光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显示器上这个脸部的倒影是没有显示出来的，所以说在精细化控制方面呢，可能还不像它宣传的那么好，是吧？那我们看第二个啊，是一个穿着金色头盔和铠甲的武士，骑着一个斑马，然后他的对手是一个机械章鱼或者齿轮章鱼啊，这是我们提示词里边写的这个关键要素，表现的也是非常棒的。那这个呢是一个无人机拍摄的一个镜头，是一个巨大的水怪从水里边出来，大家看一下整体的表现。而这个呢就非常有意思了，是一个美丽的女指挥官，
然后25岁啊，然后有这个叫黑色的耳朵是吧？然后穿着未来主义的军服，然后肩膀上扛着一只鹦鹉，在受损和燃烧的兴建的剑桥上边在发号施令。这个呢，我做了一下不同的测试，我们先来看这个。那这个呢，我设定的是一个韩国人啊，大家注意他整个的口型，整个的状态啊，是的确非常像韩国人是吧？尤其是这个口型这块啊。然后呢，我还做了一个中国人，别的提示词都不变啊，这个是中国人的，大家看一下，他对人种的表现是有差异的啊，不光是外貌上，在他整体的动作上啊，其实呢都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个场景就更荒诞了，是指一个哈巴狗在一个精心设计的仪式上被加冕成了英格兰的这个国王，就是英国的国王，然后最后戴上了这个皇冠，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这个呢就是很多这个跳伞运动员的这个降落伞组成了谷歌的这个字母，大家看一下，其实不是特别准确是吧？但是这个意思是对的。这个呢是我们测了一下他对动画人物的表现啊，大家看一下还是非常棒的。一个女孩正在喝茶，提示词非常简单啊。那这个呢是一只戴着大眼镜的小老鼠，在一个舒适的森林巢穴里边的蘑菇旁边，然后看书。那我们看一下这些元素能不能完整的表现出来。戴着大眼镜的老鼠在森林的巢穴里边，然后旁边有个蘑菇在看书，对吧？哎，非常的棒。这个呢是一个赛车的镜头啊，而且是一个快速镜头，在光滑的这个跑道上面，然后呢一个跑车，然后它在不断的这样去旋转去转弯，然后并且突出了这个轮胎抓地的一些场景，并且呢体现了螺旋状的烟雾喷出的这样的一些状况。那我们看一下整体的表现，非常符合我们提示词里边这些描述。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频，是一个房子不断的这个生成的过程啊。那其实呢，我原意想的是很多的材料从天上落下来啊，然后构成这房子，但是它现在属于凭空产生的啊，我觉得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那通过这个例子，大家也会发现 VO 的表现也是非常棒的啊，而且呢，的确能够比较好的表现你的提示词，尤其是它在不同的人种上的表现。包括他们的动作和这种发音习惯上，我们可能都能看到一些细致的不同。那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 VO 做成原始视频，然后用我们的 Skyrios V2 来做一些视频的扩展，这样呢你会得到一些非常棒的这个效果。好，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